在最近，除了冬奥一直在举办之外，包括国足那边也一直在比赛。国足对于国人来说一直属于不争气的领域，国足中有女足和男足，最让人觉得不争气的便是男足。在前段时间，男足输给了日本队后，还输给了越南，这两大数据让很多人骂出了口，纷纷指责男足中的队员们占着选手的位置却不努力，顺便还将男足和女足做了比较，两者差距十分鲜明，这让大家更是对男足恨铁不成钢。在最近的女足亚洲世界杯比赛中，女足在2分落后的情况下力挽狂澜，由张琳艳一人切断了韩国队后防线，为团队切出了2个点球，凭借着点球逆转败局，最终击败韩国队，以3-2的成绩拿下了冠军。在拿下冠军后，大家齐齐欢呼庆祝女足夺冠，而男足也在这时候被鄙视到谷底。而在女足夺冠之后，女足队员们也接受了官方采访，其中女足选手张琳艳的采访让人觉得有些心疼，因为在之前水庆霞没有接任女足之前，张琳艳一直处于无人认识的阶段，后来水庆霞在接任之后，张琳艳脱颖而出，成为了女足中的大黑马，在这次比赛中也带领着女足夺冠。水庆霞功不可没，没有她的指导，女足也不可能狂澜败局拿到冠军。并且在最近，水庆霞接受了官媒的采访，在采访中，水庆霞一度落泪，看得人泪目。她在谈到再度出任女足主帅时，哽咽回答，觉得还有情怀在，是不能放弃的。随后在谈到和选手们相处时，也说了很多。她在更衣室里用重话批评了唐佳丽和王霜，觉得他们作为球队核心应该承受更多。水庆霞表示，也想要给大家说点狠话，但是最后也没有狠心说出来，很恼火，又很心疼，因为大家都不容易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水庆霞也哭得很伤心。后面水庆霞在采访中还说到了人生难得几回搏，做人是要有骨气的。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大家也都感觉到了女足是真的不容易，都拼进了决赛。水庆霞对女足的选手们依旧严厉，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好教练，女足才会有夺冠的决心。相比起男足，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慢慢变得明显，甚至在以一个很快的速度拉开距离。男足在今年比赛中输给了越南，就问男足难道不心虚吗？然而就在最近，大概是观众和网友们因为男足愤慨达到了顶点，男足协主席陈戌源似乎心虚了，在2月13日上午8点做出了一个新决定，那就是启动了第3轮降薪。男足之前已经经历了2次降薪，但对于男足来说仿佛只是挠痒痒，这也让男足在后续的比赛中更加失败。这一次降薪几乎是对男足重拳出击了，将球员工资压到了最低的那一档。中国球员的定薪定为了税前300万人民币，而男足中球员那么多，仔细算下来，其实每个球员拥有的工资已经没有多少了。这一次对男足几乎是惩戒了，和女足比起来，他们的确应该尝试一下苦日子。在女足住着一晚上不超过100的旅馆时，男足球员们海餐管够。希望这一次的降薪能够让男足球员们反思一下自己，在后续的比赛中起码能做到不输那么多次。水庆霞的这段采访看起来十分励志，单看下来意味深长。相比起女足，男足看见这句话之后想必也会心虚吧。男足名次和实力一降再降，甚至还打不过越南。正像水庆霞这段话一样，一个人如果没有了骨气，他做什么事情都只能失败。而男足也在没骨气的路上越走越远，降薪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已经成为了破罐子破摔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认为男足目前还有往上爬的可能吗？欢迎在评论区中讨论，说出你的想法。关注杂酱体育圈，随时了解最新体育赛事资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